终于来找我了呀！能解释一下这个吗？这不是那位李警官吗？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会跑到我办公室里来？还在装蒜吗？我是问你那4个药物实验对象的事，你是不是还在做T9的人体实验？你害的人还不够吗？我想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拿T9做过人体实验。那4份资料是我通过特殊渠道从其他地方拿到的。不管你信不信，做T9实验的另有他人，我也一直在调查这个事情，所以手上才会有这些资料。这不可能，除了吟游之药，还有谁有T9的药方？你不用管这件事，我来处理。真会说风凉话，当初帮我害成这样的也是你，现在又要我置身事外。我知道你一直很恨我，但我还是要告诉你2件事。第一，李斯被害跟我没有关系，他不是我杀的。当然，他偷偷来我办公室翻找资料的事，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调查我，也许是我被牵扯进什么案子了。第二，要小心这个人。你到底知道些什么？我能说的只有那么多，我不想再把你牵连进来。如果你还念旧的话，我们可以吃顿午饭。哼，不必了。唉，看来有必要找药物实验的当事人聊聊。做T9实验的另有他人。王良和服装店老板在监狱服刑，目前能接触到的只有林雨了。喂，家属，出事了！怎么了？今天早上，思南学院发生了一起人体自燃事件，而死者就是戴三克。你快过来吧！我这边还有要事要处理。人体自燃吗？听上去是你擅长的，交给你了。喂，怎么这样啊？哎，案发现场不能随便进来。让他进来吧。怎么能烧成这样？木队，尸体烧毁严重，死亡时间和致死原因目前都无法判断，起火原因也不明，恐怕很难在尸体上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木队，有一名女生目击了事发经过，也是她报的案。你好，能说下当时的情况吗？早上我跟戴老师一起在这里准备上课要用的器材，突然它就烧起来了，没有任何征兆，太诡异了。接着他就逃进隔壁的准备室，把门一关，我不敢跟进去，只听见他一直在里面惨叫。等里面没动静的时候，我才打开门，就感觉那么，从他进入准备室到你打开门，这之间过了多久？1-2分钟吧。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活人怎么会烧成焦炭？戴老师身上着火的时候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他当时手里有没有拿着打火机之类的物品？是否接触过易燃物？身上有没有什么气味？他手上只拿了一根试管，不过里面只装着普通的硫酸铜溶液，不是易燃物质。身上好像也没什么异味。啊？当时实验室里的环境怎么样？环境很暗，窗帘都拉上了，然后好像很冷。很冷？总感觉冷飕飕的，空气也不太好。哦，对了，戴老师一直戴着口罩，好像感冒了。麻烦你再确认一下案发现场。当时尸体是在这个位置吗？是的。这个是干嘛用的？因为部分化学试剂有毒性和腐蚀性，所以不能直接倒进下水道。一般实验室内都会有这样一个独立污物池，用来处理废弃的化学试剂。咦？怎么了？有点奇怪，里面的水好像比刚才少了一些。当时准备室里有别人吗？没有。你先回去吧。这间准备室只有一个出入口，而当女生进来的时候，这里没有别人，只有戴老师的尸体。真的是人体自燃吗？自燃？
人体自燃是一种超常现象，是指在没有任何火源的情况下，人突然自己烧起来。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解释。1949年12月15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妇女在家中被烧死了，尸体躺在房间的地板上，可是周围的物品却没有遭到丝毫破坏，而且壁炉也未曾使用过，找不到任何火种。这起事件也一样，戴老师的身体自动起火，随后在这间准备室烧成焦炭。不对，他为什么要逃进这间准备室呢？可能是想跳到水里灭火，当时尸体的姿势也是在往这个污水池爬。木队，我们调查了戴桑克这几天的行踪，校方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学校了，今天也是突然出现，一来就着急跑来实验室。啊？同学，再请问一下，你早上见到的戴老师，除了戴着口罩以外，还有什么跟平时不同的地方吗？你这么一说，好像感觉他说话的声音不太对劲，有些沙哑，可能是感冒比较严重吧。你有看清他的脸吗？没有，当时室内很暗，他戴着眼镜又戴着口罩。木队，我解开人体自燃之谜了。哟，今天夏彤不在，轮到你表现了吗？我可是听说了你在溺亡大厦事件中的明推理。木队，你就别损我了，我是认真的。这个事件中的最大谜团是戴老师如何在短短1分钟内烧成一具焦尸。其实我们都搞错了一件事。什么事？那就是这具戴老师的焦尸早在今天发生自燃事件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校方说戴老师已经好几天没来学校了，恐怕他在好几天前就已经遇害，凶手将他的尸体烧焦，直到今天早上才偷偷运到学校，摆在准备室里。那么早上女生见到的戴桑克是真凶假扮的，真凶乔装成戴桑克的样子，戴上口罩，用沙哑的声音说话，把房间弄暗，就是为了尽量避免女生识破自己。那人体自燃又是怎么回事呢？假扮成戴老师的真凶为什么会自己烧起来？这是个很简单的小魔术。在我们的认知中，火焰的温度至少都在1000摄氏度以上，人体接触到火焰一定会烫伤。但是有种被称为冷焰的火焰，温度在400摄氏度以下。冷焰最早是由英国化学家 Humphrey Davy 发现的，它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但是只要将乙醚、氧气和氮气通过一定的比例调配，在低大气压下就能产生冷焰。冷焰在不完全燃烧的情况下，温度甚至能降低到100摄氏度以内，所以在短时间内，冷焰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犯人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在自己的衣服上涂上乙醚和酒精的混合物，同时在实验室里喷了一定量的液氮。这就是为什么女生会感到寒冷，因为液氮的温度非常低，液氮挥发到空气中后就变成了氮气，同时降低了室内的大气压，形成能够产生冷焰的条件。女生说室内空气不好，是因为那时房间里充满了氮气，使得氧气变得稀薄。所有工作准备就绪后，犯人转过身，将手伸进衣服口袋。犯人事先在口袋里藏了一块白磷，白磷的燃点很低，只要40摄氏度就能起火。犯人用手指摩擦白磷将其引燃，火星又使衣服上的酒精和乙醚燃烧，于是人体自燃的魔术就完成了。为了掩盖自己身上酒精和乙醚的气味，犯人才故意在桌上放那么多酒精灯，试图迷惑女生的鼻子。还需要补充的是，冷焰的颜色非常暗，在强光下不易被看到，这也是犯人拉上窗帘让房间变暗的另一个目的。好吧，这堂化学课我是听懂了，但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没有解开。真凶利用冷焰把自己的衣服点着后，立刻逃进了这间准备室。如果说地上的焦尸是凶手事先就放在那里的，那么那个时候真凶又消失到哪里去了呢？这里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房门又一直在女生的监视之下，他是如何在这个密室里人间蒸发的呢？嘿嘿，我现在就来解开这个谜团。雾气里等候中，毡栀花开了风，绚烂了一云重重，黑白空洞，天地苍穹，为何的眼眸中，淋漓被谁感动？皎洁被言语温柔，一
途中，谁找不